方法 A 啊。实色渐变的第一种方法，实色渐变的第一种方法，这个你们自己自己去搜教程，很多做不到，因为很多老师他都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所以说我给你们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咱跟着直接做啊，大家都准备好夹片了吧？调色盘来，这个调色有点反光啊，大家看看需不需要用这个？第一种呢，就按照咱们昨天用渐变笔和扫扫笔的方式来做，但是昨天的步骤大家应该都记得，我们额外再加一步，只需要把你的实色胶调成透色，还记得怎么调胶吗？调胶比例是多少？还记得吧？我用这个大红色来做，好吧？大红色它是一个颜色深度比较高的，而且这个红色有学员买基础当中都知道，我给你们弄的胶都属于一笔上色的啊，它的这个色浆饱和度，这些所有的都是没有问题的。好了，来大家准备一个夹片，我还是用乳白色打底吧，好吧，让你们看清楚一点。这是一个自然色夹片啊，你们没有的话，直接用透色夹片也可以，好吧？不用非得涂这一层乳白，如果有新学员的，大家在下方评论区有问题看不懂的随时问，不好意思啊，就算是新手，该提前学一点也是好事的，好不好？来，实色渐变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还记得咱们昨天的这个吧？咱按照顺序来再详细记一下啊，再想一想昨天的这个步骤，加型可能跟我手上的会不统一，但是步骤是一样的。昨天的步骤还记得吗？1/3，先是1/3，然后1/2、1/3，对不对？这是我们叠加的层次。今天用实色胶来做的话，来看它的具体步骤啊。来，第一步。这是方法 A，第一步，不管你是用什么颜色的实色胶，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啊，就咱拿这个，我不知道这谁的啊，这应该是 ZK 同学。来，这个按照实色胶来说，如果它这应该用的是偏实的一个颜色，应该用的是实色胶。指尖我们做一整版，需要指尖露出跟其他，比如说我这两个手指全涂的是单色，这个我想做渐变，就想做同色系渐变，你要是全调成透色，它的感觉就变了，所以我们需要有它这个实色胶的存在，啊。所以来说，我们的指尖第一层，宝宝们，我先用瓶装胶来给大家做一次来看啊。先用瓶装胶来做红色，一笔上色的红，有点一焦，不要介意。第一层注意听了，跟昨天是有区别的。第一层我们不涂1/3，为什么？你看啊，我如果还照着1/3去涂这个胶，因为它的上色度极高，我们还用扫扫笔来做的话，大家先不要上手做，或者你们可以跟着我试一下，还用扫扫笔来做的话，你也是在往后过渡，对不对？但是过渡出去会发现，这个过渡出去的胶跟前面差不了太多。然后我擦一下笔，我想做2次过渡，之后。它的这个位置会拉得非常高，有没有发现会拉得非常高？然后我又想再擦一下笔，我再把后面拍打，它的这个位置已经到了2/3的位置了。所以说啊，第一层用昨天的方式，第一层做的时候，万万不可直接涂到1/3，好吧？除非你想做满甲的，满甲这么去做也是有风险的。我手上有一点颜料啊，擦一下。我们想做就是位置稍微低一点呀，或者说是跟昨天那个位置差不多的。来注意听，第一层就用你瓶装或者罐装的纯实色胶去刷，来看啊，刷到哪儿？只刷指尖的一点点，看到没有？我用的是一个椭圆形夹片啊，你们可能用的是梯形或者是什么，但是它比例占到多少？一半再一半，1、2、3、1/6、1/5、1/6左右。看啊，注意看，昨天咱第一层是在夹面1/3处，对不对？1分为3。现在做实色渐变的第一层，我们只刷指尖的一点点，这就是我们的第一层，用实色胶去刷。根据你夹面的比例或者你想涂色的高低，昨天不是都做过了吗？涂色的高低刷指尖的一丢丢，看到没有？第一层的实色。我这个字儿有点这个丑来，是你不认识的都问我啊。只刷指尖，用纯实色胶，不要用其他的，就用你对应其他颜色涂的单色的实色，刷指尖一点点。来，操作方式如昨天一样，但是这一层提前跟大家说好，有可能你用的胶啊，你不要用黑色啊，宝宝们不要用黑色，上来你们就挑战难度最高的，必定失败，无一例外。来，你用其他任何深色都可以，好吧？红色来说都有吧？来看，往后拖，还记得吗？不要笔尖落下去再放笔，直接整个笔放下去，把胶往后带。带的位置不要太高，不要太长。你不要说我带到笔颜色没有，不要就带这么一丢丢啊，来，每个位置都是一样。还记得吗？把笔直接平铺下去带，然后带胶的同时，如果有感觉带出去的这个中间纹路中间，你看这不是有一个空隙吗？这样是不行的，我们需要再给它把这个胶给它带匀一点，可以反复操作一次。边缘的地方咱给它这个胶，来，第一层，不擦笔吗？不润笔啊，不要润笔，笔是干燥的，越干燥越好。时光同学应该昨天课程是没有看过的啊，一个新学员，笔呢一定是干燥的，越干越好，不要有胶，不要有水分，不要有这个各种各样的东西，干干燥燥，根根分明，好吧？带出去第一层，你看哪怕这个高低不同没关系，只要把你的胶带出去就可。然后这第一层必然会有刷痕，我写到这儿啊。必有刷痕，因为纯实色胶尤其深色浓度大的必有刷痕。你看我这个嘴和手就不统一了，必有刷痕。所以说你们有刷痕第一层不要反复去动，就按照昨天的方式给它过渡自然就可以。来，第一层带出去之后，做2次渐变之前擦笔。我昨天跟学员1对1的时候，发现好多同学这个擦笔的习惯没有，反复强调才说哦我忘了。你说一定要把这个养成习惯，为什么你做出来就不干净？就是细节注意不到位。你们就把注意点列在本子上就放到那儿，你每次做看一眼，做的多了自然而然就记住了啊。2次过渡来把后缘的部分拍打均匀。如果你做得好，可能笔痕会很淡，但是如果你做不好，多少有一点笔痕是正常。但是要是你说你做的笔痕非常的重，那你要注意是不是自己笔上胶过多，或者在过渡的时候下笔力度太重，好吧？来看一下第一层是不是多少有点笔痕，跟透色是不是完全不一样？透色是一点都没有啊，但是这个是多少有一点，能看明白吗？这是第一层，用实色胶做，来先去照灯，这样呢，它的笔尖是保留了它本身的一个指尖保留了它这个实色胶本身的颜色。虽然说是一层可能不如3层要深，但是我们通过后2层的叠加，它的实色胶的误差不会偏差太大。颜色误差啊，颜色的误差不会区别太大，不要直接调透色做，颜色会不同。就比如说我们要做纯白色渐变，白色指尖是实的，你用透色胶做出来，它一定是雾蒙蒙的感觉，就这个意思，好吧？来，第一层照灯，每做一层照灯，都跟上了吧？如果你拉的这个后缘的位置比较长，不行啊，一定记得每一次拉这个距离拉的短一点，不要拉的太长啊。第一层之后来第二层，我们还是跟之前一样，层层叠加，因为第一层刷的指尖，所以我们第2层就按照昨天的刷胶比例，先刷1/3，刷到甲面的1/3处。好吧，但是在刷第2层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再用实色胶了，宝子们。
拿来你的调色板，就把你的这个，还记得怎么去调透焦吗？深色焦和浅色焦调焦比例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想想深色焦它的调焦比例是多少？底焦或者是加布焦都可以，用深色的焦调焦比例是1比几来着？还记得吗？都想想啊，你们可以不打字，1比2，好吧，1比1.5或者1比2，不能去1比1，因为1比1调出来的焦相对来说红色应该还好，但是如果你用其他颜色肯定不行，好吗？对，聪明，1比2啊，1比2真聪明。来看，现在是一滴色焦，2滴底焦，我用的是底焦，你们用这个加布也可以。再想一想昨天调焦的注意点，就是你中间你可能感觉调匀了，实际中间还有里面有很多这个透明的小竖痕、小这个痕迹，对不对？所以调焦的时候从中间开始去调，防止颜色过多或者是透焦过多，从中间开始调焦，这样呢对大家来说也是一个省焦的。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虽然感觉这样目测看调匀了，能看到中间有一些透明的痕迹吧？就不要说搅拌几下就好，一定多次搅拌，给它搅拌均匀啊，搅拌均匀。就算做晕染在墙面上，咱还得来来回回多刷几遍呢，对不对？给它调焦。其实这样量就有点大啊，我只是用1滴的比例告诉大家，你们真正就整个手指就做2个手指，整一双手就做2手指，完全就用它的这个量的1/4，你就点一点点，再点一点点透焦，那样做就可以，不需要调太多焦，一定不要浪费啊！这2滴焦都可以做，得至少2顾客吧，整双手顾客，是不是？这橘木棒啊，用橘木棒的尖去调的，橘木棒就省得擦，也是偷懒，你们也可以用牙签，或者用这个调焦棒，或者是用点珠笔都可以，但是不要用光疗笔去调焦，好吧？好了，调匀之后来看啊，我往下带出来看一下。看到没有？下面是一个偏透感的，虽然整体因为它焦多呀，就显得好像还是红色一样，但是通过调焦调出来就是一个偏透色系了，偏透色系。好了，放到旁边。我们接下来用焦的时候，这个也不要浪费啊，这个虽然是一次性，但是多次利用一下。拿你的光疗笔来，取你的光疗笔，平头圆头无所谓啊，我随便拿了一支，因为你们用圆头吧，待会儿做渐变还得用这个圆头笔，好吧？还得用圆头笔，先润一下笔，防止待会儿刷胶的时候有刷痕。怎么润笔？我昨天重新给大家整理了一个顺序，就是新学员必学的一个顺序。来看啊，宝子们，第一层实色咱刷完了吧？第2遍透色，2次渐变。用10色调透色，2次渐变，对，聪明，你真聪明。是的，来看看啊，用调好的透色再刷到甲面的1/3处，看一看，这是咱们10色渐变的第一种方式，你们自己去尝试哪种好用，好不好？就算你刷上去感觉这个颜色有点重，没关系，你只要颜色调对啊，只要颜色调好了，没有问题。你刷上去感觉重，是因为有第一层颜色的叠加。铺焦首先要铺均匀，一定要铺均匀，刷到1/3。我这次刷焦可能位置有点高啊，但是你们刷到1/3，稍微往下一丢丢，好吧？还是咱们扫笔，同样来平平的向后去带焦。一会儿你们在带焦的时候，如果有遇到你带出去的焦中间出现了一道横线的，告诉我，好吧？如果有出现横线的，告诉我。带焦带出去，来带出去之后，把你的笔擦干净，进行2次过渡，把后缘的这个笔痕地方给它拍匀。有同学跟我老师，这个我2次过渡的时候，这个颜色都跟甲面融为一体了，就是要让它融为一体，就是要让它感觉上要融为一体的那种，好吧？不是说第2层颜色一定要保留，而是一定就越带越好，直到没有。好了，第2层来照灯，第2层照灯，剩下的就简单了，宝子们。同样的方法就不再多说了啊。第三层去刷到甲面的是哪里？1/2处，1/2处，一层层的往上叠加，这样呢就可以把之前的笔痕。第一层不是有笔痕吗？通过这2层胶的叠加，笔痕可以说的就是做得好的话接近为零，但是不可能万事那么绝对，所以说就是几乎是没有的啊。就是通过一层层颜色的叠加，但如果你第一层颜色特别重，第2层、第3层调的又特别的透，就是透的只有淡淡的那种颜色是不行的，因为特别透的颜色你是有点遮不住你第一层的10色的笔痕，所以说要注意这个调焦比例啊。第2层做好之后来，还是取咱们的这个胶，调好的这个胶，不要从边取啊，从中间取，因为边缘的有这边是太透，这边是纯10色。第3层1/2，还记得吧？怎么把胶铺均匀？有没有遇到你们就是现在就是刷甲面过渡的时候，中间出现一道横线的？有没有出现横线的？一般调焦后去做渐变，很容易甲面出现这个横线啊。来，往外带胶的时候，宝子们我再说一次啊，手法要轻一点，不要太重，好吧？手法要轻一点。我这个甲面有点脏了，上面有小颗粒，我就先不管它啊，先不管它。要轻一点，不要太重，笔尖不要往下戳，每一笔尽量去给它铺均匀。第2步、第3步，对，除了第一层用10色之后的全部是用透色。根据你调焦，你想做渐变的高低，去做2到3层，甚至说做1层就可以，好吧？做1层就可以。就是根据情况来，一般来说至少就是到第3步，擦笔做2次过渡。这个昨天咱做过啊，咱一个是复习，第2个就是大家再去注意点也都说过，所以说这个注意点要少一点，把甲面给它拍均匀一点，然后中间这个地方其实胶是有一点不匀的，这是底下的那一层没有过渡好，待会儿咱们稍微再叠加一次。底上有胶的时候是不能进行2次过渡的啊！你像我刚才忘了，你看把边缘的地方，不是说必须要拍到后缘，只不过颜色赶到这儿了，这个位置了，好吧？能看到上面还有轻微笔痕吧？第2层的时候带出去的胶没有给它带匀，咱待会儿再叠加一层透色就可以了啊！看到没有？你就是后缘根据随时而定，你渐变到哪儿就拍到哪儿。这样做出来的渐变，你哪怕做2层，你看指尖它是这个纯红色的，它不是一个透色的感觉，对不对？这不是一个透色的感觉。如果你们做渐变中间有一道横纹的话，就很明显的就好像颜色没有过渡过去那种感觉，那是因为什么？你们的胶没有调好，里面有深色有透色，还是没有调匀的原因，好不好？胶干了就感觉有个印儿，是因为胶没有那个一个甲面没有涂底胶，或者说是第一层的胶没有完全干透。我给你们写一下啊，我先把这一层照灯，其实涂到这儿基本上来说是没有问题了，没有问题。来注意看啊，如果我这里再画一个小星星，我画星星的都是很重要的点，有点断层，对吧？有断层。就如果大家在过渡后缘的时候，感觉有那种黏黏的拉不动的感觉，那样是没有问题的，好吧？那样做反而更加的细致，你更好去做，你可以用点劲儿。但是如果说是你胶太多，反而不好做，那样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说的是，就是在指甲中间过渡中间突然有一道横线的那种感觉，就明显的有一条线给拦住了，那是因为什么的原因啊？你们可以自己记一下，好吧？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我写小 A 吧，别写串了。
第一个原因，上层胶照灯时间不够，上层胶照灯时间不够。也就是说，就俗话来说，就是没有照干，没有照干，你照了可能10秒、20秒你就拿出来了，没有照干，它还没反应过来呢，你给它拿出来接着做，它不得抗议一下嘛，对不对？照灯时间不够，也就是我们正常做顾客，把这几个问题点都注意到就可以啊。第二个原因，调胶不匀。就是里面深色和透色没有给它调均匀，没有调均匀，好吧？基本上来说，问题点就这俩，你们把这俩做好，问题就不大，问题肯定没有了。再重新做一次试试，重新做一次，把那扔掉就可以了啊，它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甲面正好没有涂底胶，你再去擦甲面的话，甲面如果不涂底胶，你练习你一擦会把整个颜色都给它带掉的，好吧？好了，我再去那个涂一下这一层啊。你们正常做完这一层就没有问题，我呢是感觉中间有一点，我刚才没注意，就拿照灯看到了中间的这个小竖痕，我准备再次给它过渡一下，我笔上又重新蘸了一点刚刚调好的透胶，然后拿这个。就是再浅一点的，就是又拿了一点底胶去给它调了一次，就调的再透一点，我来叠加这一层，不然会跟第一层颜色重叠，边缘就会很明显。你们可以先把我这一层给忽略掉，好吧？把我这一层给忽略掉，就是说遮盖笔痕可以用更透的一层胶去做，就是咱面不干净有颗粒，就导致你在刷的时候会不好刷。这个等啊，有个线，弄一下有线。刷好之后还是老方法做过渡，就再试一下啊，咱慢慢尽量在直播间能做好的情况下，自己回去再练就好练了，好吧？大家抓紧练，应该今天我也不用大家去说太多话，有问题打出来就行了啊，有问题打出来就行了。你看我第二次过渡的时候，我的下笔力度是比第一层要大的，因为胶很少很薄，我只要就是拍来回拍反复拍，就会给它拍均匀。那么要纯实色渐变，对吧？它不比喷枪做差，你们看到中间这个横线，它是底下的那个拖的印儿啊，拖的印儿。这样操作本价，你涂实色，你也是照3层，你做这个也是照3层，为什么它的照灯时间就长呢？为什么做这种照灯时间就要长一点呢？来，照灯。没有看对吧？你看为什么课程咱按照顺序来？我让你们就是一定按照顺序来学习。来看一下啊，我简单给你过一下，简单过一下，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说自己透色界面没有问题，昨天就不看，里面有很多小问题点。来，光疗笔是平的，如果你的笔，我发现好多同学那种笔特别厚，扫帚笔特别厚，不光厚，而且炸毛。如果你的毛是那种成缕的，一缕一缕的，先洗笔，给它洗成根根分明的再用。拍拉啊，拍拉看整个笔从侧面来看，不要笔尖放下去，然后往下压，这样是不行的，怎么做呢？直接把你的笔平铺上去，但是力度不要像我一样这么重啊，轻轻放上去，往后带，看到没有？一笔压着一笔，这样轻轻的往后带，直接平铺，这叫平铺着去做过渡渐变，好吧？平铺过渡做渐变，就这个手法。直接平铺好了，第一层是这么去做，轻轻的直接放上去。二次过渡的时候也是一样，放上去拍，放上去拍。只不过我们第二层因为后缘胶很少了，又很干，所以我们可以速度加快，用这个稍微用点力的这种感觉啊，给它把后缘给过渡开，好吧？就这个意思。这样平铺好难，很多都是错误。第一种。得看你能不能那个了解到这个点，因为我反复强调这个问题，反复强调过。如果你自己看出来做出来的它那个颜色分界特别明显的话，肯定是手法有问题啊，手法有问题，这个要多练的，好不好？好了，来，我们再学习第二种方法了啊。第二种方法就是针对于第一种来说，第二种会。有点难度，接下来的操作可能会越来越不好做。大家注意，第一种是教你们做实色渐变，新手来说最不容易出错的一种，因为实色渐变相对于来说做到真人手上也少，做的也少。第二种啊，宝子们准备清夹片，开始了。好，来准备咱们的这个实色胶，你再换一个实色，任何一个实色瓶装罐装都行。我呢就是来回倒着用，就告诉你们，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都可以可以用这种方式，好不好？但是接下来的这种方式呢，
深色一点、浅色一点都能用，但是像针对于就是不是那么重的，比如说黑色，黑色的话很适合用第一种方式，但是要把它调透一点啊，调透一点。黑色适合用第一种方式，然后这种方式适合用黑色以外的其他深色，任何一种都可以。第二种方法呢，用到的就是咱们的光疗笔。光疗笔使用前后一定记得要润笔，要润笔。来，我们先去取胶，我咱们就不涂底胶了啊，就不涂底胶了。你们可以涂底胶练习。然后它其实这个分层是差不多的，分层比如说一层比一层高是没有问题的。好吧，一层比一层高是没有问题。你们用这种方法也可以一层比一层低，接下来的这种无所谓。但是如果因为它没有什么刷痕，但是我们想做的好一点的话，就按照金伟老师说的，先从1/3开始去铺胶，一层层往上去过渡啊，一层层往上过渡。来，这个方法呢，适合就是深色。我再说一次啊，除了黑色和特别暗的那种颜色以外的任何胶都可以，任何胶都可以。在你们当然了，你们能做好的情况下，黑色也可以用这种方式，直接用纯黑色做，就不用调胶了，好不好？这个方式呢，就是比较简单，不是比较简单，它比较省事儿，不用调胶，不用调胶。来看啊，光疗笔，你先用底胶去润一下笔，底胶润笔我就不用去胶了吧，是不是？来，拿你的光疗笔在这个颜色的后缘位置，你先这么点，先点一点，找找感觉，试试能不能一笔下去，试试能不能一笔刷下去。注意看啊，点，然后再往下拉的同时，注意听，先来看我啊，先不要做，先看我。再往下拉的同时，先重压，然后慢慢往上抬，就有一股就是把它刷下去的感觉。但是到指尖的部分，一定胶要刷的少。要刷走的少，看一下啊，点，看到没有？而且你刷出去的胶，就是明显能感觉到边缘是，哎，这么被刷走的，对不对？我手上是昨天用喷枪啊，用喷枪我尝试那喷枪还能不能用，给你们就尝弄的，就有点灰，突然发现，看到没有？再看一次。这一笔在这儿，第二笔不要跳跃，就压着第一笔，就跟它边缘擦边，或者说是压着前面那一笔去走。来看看啊，手不要握紧，握紧的话不行，放松。你看，你就尝试一下能不能来回动，这种感觉，放松，来走下去，看到没有？每做一笔啊，这一种方法，每做一笔都要擦笔的，每做一笔都要去擦笔，看到没有？再擦。如果说我们用笔，这一笔重，这一笔轻，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颜色，哎，有的时候怎么刷不掉，然后为什么这个地方胶多了，那个地方胶少了，哎，边缘怎么不整齐了，对不对？所以说每一笔啊，下笔力度要一致，涂色边缘呢尽量接近，哎，差不多就行，好吧？你看这种方法对于新手来说有点难度。你看，你就反复刷，这个颜色就被刷走了。但是第一层无所谓啊，第一层无所谓。你看上面有个小颗粒，待会儿把它擦掉，所以大家在做的时候，千万不要就我刷下来之后，我接着去走。你看，接着往上走，你就会把颜色刷到上面去，看到没有？你再去擦，或者说你笔上没有擦干净，你再做，后面就会有一些颜色，中间没有，中间颜色就不见了，好不好？能不能看明白？试一下啊，这种有点难度，但是这种适合什么呢？相对来说，你的胶比较粘稠的，比如说罐装胶，比如说你的甲柔胶颜色比较那个实一点的那种啊，一笔上色的那种。但如果说是你的胶特别的稀，这种方式你刷下去，你的手法控制好了行，控制不好就很容易这个过渡不自然啊，但是前提是你的这个铺胶要均匀一点。有脏东西，刚才有个毛啊，我就再抠掉也麻烦，就干脆重新做。这个难不难？为啥我很少教你们这个方式？因为新手操作难度太大。
但是说实话，这个方式在日式考试里面的要求就是用这种方式去做，用这种方式老师会专门去教你，它其实不现实，但是用这种方式做的比较多。所以说这个渐变做出来肯定没有第一种渐变做出来更自然，而且它那个过渡感觉会更好，因为只有边缘的地方才会虚化那么一丢丢，所以说它的渐变感觉仅限于短距离，长距离的话不太好操作，好吧？这个不好用，这个就是不好用，好用的话我早就教你们了。新手很难啊，新手很难，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要不然就把胶挂多，要不然这个有深有浅的，你们做2次就会自动放弃这种方式。每做一笔擦一笔啊，每做一次擦一次。但是很多老师说实话，他还在用这种方式去教，这种方式你们如果能做好的话是可以，做不好的话它就很难。你看这个边缘的地方，它只虚化那么一丢丢，看到没有？只虚化那边缘一点点，没有渐变的感觉。余下笔力度重，就是在边缘的地方我们要重压，然后慢慢到后面的时候给它抬起来，就相当于把边缘的这个胶给它由浅到深的刮走啊，由浅到深的刮走。先这个需要我们好好练手法，到指尖的部分胶相当于是带出去的，好吧？那第一层大概做好之后，肯定有成功的啊，肯定有成功的。有罐装胶用罐装胶，没有罐装用瓶装胶的那个实色都可以，无所谓。但是不要用太稀的，太稀的胶会出现什么状态呢？你在刷的同时，会容易那个胶被弄走。但是稀的胶有个好处是它容易留平，更容易留平。这边是不是可难了？说这个可难了，莎莎慢慢来啊，慢慢来。笔呢不要开叉，笔不要开叉。这个胶表面取起来有点透，就是长时间不用会透。你看一层一层的照灯后，一层层往上叠加，叠加出来就有那种渐变感觉了。中毛呢？来吧，再试一下，看看大家的操作这个程度啊！来，注意，我再给大家说一个点，甲面不要铺胶太厚，好吧？铺胶不要太厚，就是薄薄一层就可以，薄薄一层，我们做的都是实色，不是透色，薄薄一层就好啊。来，笔沾干净，笔稍微干净一点，沾一丢丢的底胶就可以，给它渐变。这个失败率极高啊！先给你们说到，你们做不好，不是因为你们的问题，是因为这个方法它确实失败率就比较高。这个得反复操作，就是做好了，哎，你碰到你运气好，我一笔下去没问题。但是你碰到运气不好的时候，你就是做半天它也不好，没有渐变的感觉，都咋样？你们这个方法都咋样？是不是感觉有点难度有点大？它这个渐变跟那种渐变，咱刚才做的那种渐变感觉是不一样的，它只是在边缘过渡那一丢丢啊，过渡那一丢丢，哎，所以说跟一层层往上叠加，它适合做一个浅一点的渐变。我给大家写一下啊。第二种方法，光疗笔，下刷，然后这个在刷的时候注意点有几个，第一个就是那个每刷一次。每刷一次就要擦一次笔，这是必须的，不能说连续去做啊，不能连续做。每刷一次擦一次笔，然后笔呢，常用底胶去润，常用底胶去润笔，但是不能量太大。
量不能太大，好吧？从上到下一笔下，这个方法很受伤，很正常。我刚开始用这种的时候，我真的就崩溃，就是很崩溃。当时这是多少年前？那是啥时候来着？在用这个方法做，我的天！我就当时想着，我再换种方法嘛，就各种去求。当时也是同学，因为经常要进修或者需要什么啊，就同学啊去考试的时候，对，去考试的时候，我就从来没用过这种方式。他们告诉你这样去做试试，我就发现还是算了吧，就怎么也成功不了。待会儿教你们一个好做的，好吧？这个浅长折纸，你们试一下，如果能行就行。但是你看，第3层叠加上去之后，指尖的深度慢慢也就上来了啊。刷的胶的位置要比你预想中我要做渐变的位置其实要稍微高一点，因为说实话，它这个边缘铺胶会把颜色给带走很多。这个不仅用胶多，浪费胶也会比较多。反正都可以，反正砸也是浪费，对不对？砸也是浪费，受伤。看啊，擦不干净笔上面就会有颜色残留，所以说尽量保证你们的下笔边缘的位置啊，边缘的位置，哎，干净一点，然后走出去的这个下笔力度每一笔都要一致，我还没写完，下笔力度每一笔都要一致。然后你看啊，假设我先把这个做好，做好之后我再给你们去演示错误，一眼就能看出来，好吧？我就不放到这儿了，放到这儿吧，让你们看看。记住是每一笔都要擦笔，每一笔都要擦笔，每一笔都得擦。笔呢要常蘸底胶去润笔，不润笔的话，你这个是胶面出来就是咯咯楞楞的，咯咯楞楞的，好不好？看一下，这是这个，它的渐变是不是跟之前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对吧？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这个对于笔和胶要求都会有一点，笔和胶要求都会有一点。比如说我过渡的时候，这个力度，还有你这个胶，如果胶特别的稀，做这个是很难的，用这种方法很难。胶特别稀的，干脆直接扫笔就上去，就不要再用它了，好吧？底胶后面是啥？润笔，常用底胶润笔。还有看看有没有没有记下来的啊？我把后面有一些颜色的就。这个方法指定不如第一种方法做出来要自然要漂亮的多。但是如果说大家一旦在操作途中，比如说这边啊正常每个地方做的都一样，但是到这边的做的时候，突然哎我就下笔力度特别重了，你会明显感觉到这边颜色要比那边要少得多，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切记下笔力度要一致，然后一笔压着一笔，或者说两笔接近做过渡。我这个字我好好写好不好？两笔接近，我就做过渡。我经常性的一天，有的时候写字就清楚，有的时候写字就糊涂。两笔接近做过渡，也就是说啊，我把它毁掉了啊，我把它毁掉了，你们看一下，就这种状态，好不好？把它毁掉了。这边过渡好了之后，擦一下笔，擦一下笔，然后不要说跳跃到这儿。压着之前的这个边缘的地方，压着之前第一笔在这儿，第二笔就压着之前的一点点往下走，第3笔压着第2笔之前的一点点往那边去走，好不好？失败告终，稀碎，稀碎了，全部做稀碎，这个很容易失败。我这个开课前跟你们说了，所以说没关系。如果这个很难做，咱就直接给它 pass 掉。好吧，直接 pass 掉。但是有同学做的很好，就真的因人而异，啊。这是第2种方法，好吧？来，大家不要照灯去吧。哎，我已经照过灯了，是不是？
那先放这儿吧，已经擦过了。再拿一个甲片，我教你们一个，再找回一下自信心啊，找回让你们重拾信心。选一瓶你感觉你的胶里面相对来说比较粘稠一点点的胶啊，比较粘稠一点点的胶。说实话，这个说实话还得，哎呀，还是可能会失败一点点。咱还是用光疗笔吧。最后我教你们用，一共是A B C D E 5种方法啊，5种方法。实色界面5种方法，还是这一层还是用光疗笔去做，但是这一层的光疗笔，透色如果都做不好，实色有点难。然后来，这个方法做得快，对，这个方法做得快，但是渐变做不好的话，再快也心里不爽嘛，对不对？咱做美甲师现在人人都有强迫症，做的那个做不好，再快也不行。这个说实话，能做好的话是没有问题，它省事儿，确实省事儿，但是看情况而定。我不做任何的这个，说是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怎么样，你们自己去学习，自己练习，尝试一下啊，试试哪种方法更适合你，好吧？这个胶有点淌，这里是底胶，这里是底胶，棉片这个该擦掉了。来看看第3种方法了啊。第3种就是用光疗笔去过渡边缘。光疗笔这个我昨天有教过你们，对不对？但是这一次记得也是用底胶作为介质啊，用底胶作为介质去给它过渡它这个边缘的地方。然后过渡的时候拿底胶来啊，多来点底胶，底胶是咱们常用的。先润好笔，在使用之前这种方法之前，笔必须用底胶润透。笔必须要给它润透，润透之后再操作，润透之后再操作。来看一下啊，都准备好了吧？这个方法相对来说得你反手，或者说让顾客这样倒过来做，会比你这么反手去做会好。因为我们的光疗笔厚薄不一，下笔力度你再控制不好的话，很容易做不好啊，很容易做不好。所以说来，我们就用。让顾客反过来啊，你们先尝试一下，先试试能不能做好。我在这边先做一下，完了待会儿我再反手教你们去做。就拿着笔啊，在底胶的边缘去给它平着往后带胶，在平着带胶的同时，笔上因为有底胶，会把带出去的胶正好给它做相当于一个调胶的动作，给它做成一个偏透色系，给它做成一个偏透色系。只看这儿，能看到吧？就是颜色带出去，然后正好把下面的胶给它带出去，有一部分保留实，再往上呢就给它调透，啊，是这个意思。来，我们你再这样尝试一下啊！我是没有习惯反手做，把边缘的地方，但是这一步要注意，要注意的是笔要平铺，只用笔尖。轻轻拍打，轻轻拍胶，不能说拍甲面啊，要说拍胶，把胶给它拍匀，拍匀啊！你们试一下，这个又有一个毛。你看，先把胶相当于给它带出去，平平的往后带，带出去之后，如果感觉你的这个笔上胶多的时候，该擦笔擦笔，该擦的时候就得擦，好吧？擦一下笔，然后再次沾底胶，擦完笔之后就要沾底胶，把带出去的地方我再轻轻的过渡，不能再用那么大的力气啊，轻轻的来。你看光疗笔就往外带胶，就用它代替扫扫笔，用它代替扫扫笔，但是它是做不到扫扫笔那么细腻的感觉的。这一个毛，这一个毛，什么毛毛吧，头疼。好了，
后缘的地方再给它拍打匀，拍打均匀啊，用这种方式去操作。我先把这个东西给它去掉，做不好烦死了。没关系，没关系，我就是怕你们会有这种心态，我已经提前跟你们说了，这两种方法不实用。你看我教你们做10色渐变，是不是都在用教你们调透色的方式，失败率是最低的，失败率是最低的。像这两种方法吧，它是做得快，但是只适合你们去找一瓶就是偏裸色系的10色胶呀这一系列的去做，你指定成功，好吧？你要是用特别深的那种红色去做，就很难很难。而且对胶对笔都有要求，年轮笔特别厚，做出来它就很不好做啊。所以大家不要担心，也不要觉得说是自己的问题。其实对于这工具好用，它才能这个做的东西才会更快一点，好吧？工具好用，做的才会更快一点。看一下，昨天我是不是也教过大家可以横向去这样蘸着底胶去给它拍打边缘做过渡，但是横向着做啊，不如竖着去好用一点，因为横着很容易刷出它的那个痕迹来，刷出痕迹。只要我们记得笔呢要时刻保证干净，笔呢要时刻去蘸着底胶，蘸着底胶轻轻的把后缘，相当于把胶给它在甲面上去进行调和，调成这种透色胶。看一下啊。你笔上多沾点底胶，就在后缘，就只在胶上去过渡，不要。你看这边是咱正常做的，然后这边呢是刚刚就是你用力刷也好，我跟你们说问题点的时候做过的，对不对？笔上蘸着底胶，轻轻的平铺在胶上面，就感觉不碰到甲面的那种感觉，把胶给它带出去就没有问题了，好吧？来，我先擦一下，咱好好做一次啊。注意取胶量一定要少，我就是在做的时候，我遇到什么问题，我会马上告诉你们，取胶量一定要少，不要弄那么多的胶，好吗？胶量越少越好，越薄越好，只要你甲面涂均匀就行，不需要胶量涂那么厚，少一点少一点。这个方法真正学会了做也是很快的。做也是很快的，心态快崩了，咱待会儿就过完这一个，下一个信心就回来了啊！你们有没有海绵块？有没有海绵块或者是海绵戳戳，就是那种海绵笔？看一下，来，宝子们，按照我的这个习惯来说，拿甲片这么拿就是这么拿，把手反向来，笔上不要这么太干啊，勾点底胶，宝子们。勾点底胶，稍微来这么一丢丢，然后就在你的颜色边缘。不要直接只在边缘走，往下来一点，就跟咱做用扫扫笔一样，往下来一点，就把下面的这个胶给它调成透透的那种感觉。但是刷的时候，你看手稳度是不是很重要？一定平铺，不要笔尖戳，笔尖只要一戳，你的这个前缘的这个颜色啊，就会被刮掉一部分，有海绵是吧？有海绵，待会儿咱用海绵做。你看，就是轻轻的做出来也是很漂亮的啊。所以说这个方法比刚才那个要，其实都还行，这两个差不多吧。但是需要你们这个两种方法相比较来说，这个要更好做一点，好吧？边缘给它虚化开。好，擦一下笔上多余的胶，边缘这边没有问题了，再去勾一点点底胶，稍微少一点，不要太多啊。我们再把前缘的继续过渡，轻轻的扫一下，把边缘给它过渡开。像这种渐变，因为只能过渡边缘的地方不多，所以说它永远没有就用那种渐变笔做出来效果要好，笔炸毛，如果你们的笔炸毛去用的话，指定做不好，笔炸毛是不能用的，好吧？你看出来吧？边缘虚化一点点，需要2层叠加，它的这个渐变的位置要比那种扫扫笔渐变位置要短一点。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看不出来，或者说我在给你们去看，通过视频中看，又会被抹掉一部分。你们觉得说第一层调教麻烦，但是真正做完之后，你会考虑还是第一层做出来漂亮啊，你们反香手弄不好，就把这个手给倒过来。好吧，
这是这一种方式去做的渐变第一层。试一下，其实就是笔蘸底胶，把边缘弧度开。笔呢，用笔尖一点点，接触的面不能这个样子。如果说我们这样子用笔尖去硬戳的话，你看就把这个胶给它刷走了，看到没有？就把胶给它刷走了。但是如果我们淡淡的去过渡的话，过渡出来它就是这种由实到虚的感觉。稍微往下来一点，不要卡在颜色的边缘，不要卡在颜色的边缘啊。哎呀，又让我说问题说没了，把这边再刷一次。擦掉浮胶，擦掉多余的色胶，笔蘸点底胶，往下来一点，把边缘往后带。带不好的反过手来，先这么去练啊，先这么反手去练习。然后从下往上多勾点胶，你就现在不管怎么样，所有直播间的学员们不要去把你的笔碰到甲面，你就切记我的笔不能碰到甲面，尤其是第一层在往后过渡带胶的时候啊，我只是把胶给带出去而已，但是不碰到甲面，好吧？来，先照灯，照灯，哇塞，已经碰着哪儿了？这个问题太大了。问题太大了，我也想把这两个放在中间，让你们感受一下其他那种款式的美好，然后包括接下来的两种方式就简单了啊，都就简单了。我知道你们现在肯定在尝试，或者说已经心里想放弃了。来，第二层盖过第一层，就算第一层没有刷匀也没关系。笔一定要润透，光疗笔用笔就是润笔是常态。你的调色盘上，你就把你的这个底胶只要是出现要开始刷胶的时候，底胶上去就行了，必然会用得到啊。其实这种方法真正上手做的时候，可能会比你们想象中的要简单。这种方法在那个你们自己也会看到，这个好多老师在给你们去分享用这种方式做。但是我为什么从来不有把这个拍成教程给你们去弄？因为它太难做。有好方法做出来的话，比这个要简单的多啊。来，笔蘸底胶，后缘带胶，往外去扫，把这个胶给它带出去。左右看我的左手右手在转动着，配合着做，配合着做，就先把这个胶我给它带出去，对不对？我就整体往外带，看带出去之后，看到没有？就跟用扫笔是一个意思啊，是一个意思。只不过我们第一层要轻浮，敷好之后擦掉笔上多余的色胶，蘸底胶，再过渡后边的这个地方，这里可以稍微用点劲儿啊。稍微用点劲儿，带出去，对吧？看一下啊，好了，来再次照灯。看你们现在话都不说了，太可爱了。就这个方式的，就下胶的时候，同学们也是啊，就各种这种叹气声。我都能想象到你们的状态，马上结束了。这个方法可以做2层，也可以做3层，根据你们的情况来定，好吧？但是就是注意点也都在这儿了，就是一定平铺，就是笔去只用，好像类似有点像什么呢？笔只碰到胶面。不碰甲面，也就是说，不像平常我们刷胶似的，就是这么用力，这样用力去刷啊，是这样，轻轻的，好像扫一样，就跟扫一样，就跟咱们做建构似的，就在胶上面来回滑动，好吧？疯了，来，没有做好的或者说什么的，你们先放一下啊，把现在这个手里的这个渐变方式放一下，接下来咱们教你们做一个比较简单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海绵？没有海绵的用你的一个干净的美妆蛋也可以。美妆蛋也行，
你们应该化妆这些都会有的吧？都会有的吧？然后你看一下啊，刚刚这种方式做完，它是有一点点笔痕，我再用加布胶去找平一次，大家来看。看一下，你只需要刷一层加布胶，你的笔痕会淡化掉一部分，它不会就是说淡化掉全部，但是多多少少都会淡化掉一点。所以说你们只要这5种方法能把1种方法或者2种方法用好就行，好吧？1种或2种用好就行了啊。你看，你再去看看你第一次用那个扫扫笔做的是不是就可完美了？笑死！太好玩了。来，我接下来要教你们说一个小重点了。这个呢，我会用黑色去给你们去演示，用黑色演示或者是白色演示。第4种方法，海绵渐变。你看我写的是啥，宝子们？来看黑板了啊！待会儿咱们再去练，待会儿再练，一个一个来说。你们做不好的就不用发给我了，你就先尝试自己适合哪种，把哪种能做好，把你觉得做得好的作业到时候再交，好吧？不用着急，一步步来，反正这个有回放，慢慢去看。然后来第4种方法啊，第4种方法，我们是用海绵。海绵呢，你们有前一段时间不是火了？我那个海绵笔，对吧？其实我让你们都不会去用海绵笔，去买什么呢？买这个海绵块。但是这个海绵，大家日常储存的时候不要炫酷，就是这么放到那儿了，不要，它很容易吸毛、吸脏东西。所以说这个日常使用就在袋子里面去收着，一大包海绵块，你可劲儿用就行。而且每次都用不完一个，你就是如果说只是其中1个2个小手指做渐变，你只需要给它剪出一块，然后你用海绵蛋也是一样啊，美妆蛋也是一样，剪用这么一块就够了。看一下，一个小海绵，你用了你都觉得我还是用比较适合扫扫笔，那就扫扫笔，大家都适合扫扫笔，几乎是零失误，扫扫笔零失误。但是这2个说出来有一丢丢的难度啊，我这个跟你们说过，所以说你们也不要觉得说自己的问题，谁都不好做，它都是有一个这个过程的，咱一步步来，好不好？不要着急。大家来准备，你们有镊子没有？没有镊子就用手，没有镊子就用手啊。我这里写的一个注意点，这个用海绵做渐变，最好就是想要甲面非常细腻的程度的情况下，甲面最好是磨砂封层后操作，或者是打磨甲面。磨砂封层大家都懂，打磨甲面是指是什么意思？用你的这个海绵抛，用细砂的这一面，不要用粗的，用细砂的这一面去刻磨你要做渐变的位置，基本上来说是整甲刻磨。为什么要用这一面？因为这一面是最细的，磨出来的这个面也比较的那个不太粘了啊。磨出来的面呢，它也不会有太多的咯楞的，一定越细越好，好吧？但一定是这种雾状面去用海绵做，会比你用就是但是不能有浮胶啊。我待会儿还得给你们写一下。不能在有胶的面上去用这种方法做，指定做不好，而且颗粒感非常重，然后它那个戳痕也大，也不细腻。教你们做一个非常细腻的办法，好吧？多角度观察，一个甲面平滑度，第2个没有反光点，没有反光点的情况下是可以的，扫掉多余的这个粉尘啊。甲面是用这个海绵抛的细砂面，也就是目数大的那一面，摸起来比较细腻的那一面去刻磨甲面。
你早之前做都是用海绵是吧？早之前都是用海绵的，对。然后就是这几种方法嘛，你们试一下，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海绵呢，你看有的海绵的面儿是这种特别大的，然后旁边它有的海绵是特别细腻的。我一般建议大家用细腻的这一面去做，不要用太粗糙的，用细腻的旁边这一点点，好不好？但其实真正绑紧的情况下是区别不大的，区别不大。然后这里要注意，用海绵做渐变，首先是底的要求，尽量用它。但是你也可以就是怎么样，在色胶之后，但是一定要擦浮胶。擦掉浮胶后操作，你们点一下屏幕，字儿就没了啊！空白屏幕，空白处擦浮胶后操作，千万别就是说有浮胶的时候你去做这一步是不可以的，万万不可，好吧？就是这个问题点就在这儿，就在这儿。来拿你的这个调色盘，假设说这上面咱用什么色？用黑色吧。黑色甲油胶，其实做黑色的话，建议你们用彩绘胶去做。用彩绘胶，甲油胶有点稀，咱尝试一下啊。我一般做深色黑色，直接拿彩绘胶做了。滴一滴，先滴到调色板上。如果你是用这个手，那么你捏紧的这个海绵就不要来回去抖动，来回动，捏紧之后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了，好吧？然后只用它的其中一点点，先在调色纸上把这个海绵颜料给填饱。什么叫填饱呀？来看看啊，就是来先从边缘的地方过渡过渡过渡。海绵它会吸颜色，先把海绵上的这些颜色让它吸掉一块儿，然后你待会儿做渐变就不至于说做着做着没色了。看吸好之后，来在旁边，你先把捏紧，用点力啊，用细面把这上面的这个颜料给它过渡自然，你就是拍的时候几乎每一笔都是差不多的。哎，就可以，好吧，就可以。然后其实应该说是我们用它先在海绵上做出渐变效果来，先做渐变效果，来把这个小片反过来转。因为深色在后缘呀，所以我们在拍的时候捏紧这个位置，不要就是上下的走啊，左右走，从左到右去拍打第一层，看看是不是它是有一点点痕迹的啊？没关系，再来一次。从左到右，注意它的对称，注意对称，不要说有高有低，你上下走肯定不匀，肯定不匀。一旦中间都过渡很好，就突然一个地方你下笔一下下手一下重了，坏了。看到没有？就是捏紧之后，一直是这么个状态去给它做渐变，一直是这么个状态给它做渐变，对吧？然后或者说你反手这样做也行，让顾客倒过手来做也行，都可以。你也可以把这个海绵直接反过来拿嘛，对不对？这没有什么太重要的点，没有什么太重要的点，但是拍打力度要均匀，要均匀一点，好不好？然后来带出去的这个，如果说你这上面感觉上面的胶痕迹净些大点点，一般来说是你的这个海绵啊，就是太空了，或者说这压的时候力度太大，压的时候力度太大，用海绵肯定做不到用透色胶做的那种细腻程度，但是它是可以做出来的。来这后面不是没用吗？或者用反面，反面不是没有用吗？我们就拿海绵把后面的这个没有用过，没有颜色的边缘，同样也是横向的给它，再把后面的颜色拍打一下。给它拍打一下，好吧？用甲油胶可以做吗？可以，但是用彩绘胶做的话，它的这个上色度会更好，而且你打磨过后的甲面，它的上色度以及细腻程度要远远高于你擦掉浮胶后，或者说不擦浮胶那个时候的操作方式。好啦，来，我先把这层照灯照灯之后，我用那个彩绘胶再给大家做一次啊，彩绘胶再来做一次，然后黑色彩绘。用甲油胶吧，就甲油胶吧，我也不换。你们知道彩绘胶可以做，好不好？
然后来再次第二层的时候，我再去吸一下颜色，然后在这个调色盘上，我先你看到没有，由深到浅，我先这样在这点点点，把颜色多余的带掉，然后把多余的颜色给它做匀，做出这种渐变感觉来之后，我再上手去做会更好做一点啊。第一层结束，来第二层。还是左右去拍打，先往后一点点，不要一次的拍打特别靠前。这样呢是相当于什么？一个颜色的叠加，一个颜色的层次叠加，左右过渡，一点点，一层一层的往上盖啊，一层一层的往上盖，好吧？做的时候不要只看后缘，因为你只看后缘，看着看着你会把其他颜色的胶给带走，大家如果你们手里都有黑色彩绘胶吧，这个就是一旦你的甲油胶特别稀了，它上色会稍微欠缺一点点啊，会欠缺一点。给它做细一点，给它做细腻一点，然后后缘的地方，如果把多余的胶给它弄走之后啊，把后缘的地方同样找个干净的一面，给它再次拍打，把边缘的地方给它做的再淡化一点，它就有这种由深到浅的渐变感觉。就是通过颜色一层层叠加，用海绵去做，用彩绘胶，能用彩绘胶，像黑色嘛，因为黑色你们不是比较难，像黑色做能用这个彩绘胶就用彩绘胶，基本上都有，学员都有的啊，试一下，彩绘胶比这个上色度要好得多。好啦，这一层之后再照灯，一层层的往上叠加就可以，一层层的叠加就可以。做出渐变感觉来照灯。我去弄一杆彩绘胶啊，黑色再怎么叠加，最终被那个一吸，颜色也就没了。大家都还在吗？是不是都放弃了？都放弃了吗？彩绘胶啊，彩绘胶，彩绘上色度要好一些，我们而且不需要量太大，也不需要量太大。然后捏紧之后，我们的这个力度是一致的。然后边缘给它先在调色纸上给它拍打匀一点，往下带一带。好，先给它做出这种渐变的感觉来。我得换一张纸，在旁边吧。做渐变会多多少少有一点点，用海绵做的话，多多少少会有点刷痕啊，会有一点点刷痕，那个痕迹。你要做到完全零，也有可能。你看黑色，对不对？用彩绘胶一笔上色，彩绘胶一笔上色，你就是甲油胶的锅，甲油胶的原因，就甲油胶有的时候它上色度确实就是差点事儿，但是你用彩绘胶一下子就上去了。如果刚开始咱用彩绘胶，现在2层就做好了，不需要第3层的啊。如果后缘喜欢那种淡淡的，喜欢那种弧度有弧度就做弧度，不喜欢弧度平齐咱就做平齐的。但是就算有一点点痕迹也没关系，有痕迹没关系啊，捏紧从头到尾力度要一致。反过来吧，是这边这样输出，感觉稳妥一点。
也别太用力，就是你把这个海绵固定住就可以了，固定住就可以了。啊，完了再把后缘给它拍开。为什么你们视频看起来比我看起来这么黑很多呀？我这还是一个灰色的，为什么视频里面是黑的呢？因为我的指甲盖碰到，把后缘拍打拍打拍打。看一下啊，给它拍匀一点，然后注意从上到下每个位置接近，差不多就行，差不多就得。而且如果你是用白色打底去做黑色，是非常极端的两个颜色，相对来说是不太好操作的，不太好操作。所以说大家做黑色的时候啊，你们可以用这个。补一补，刚刚让我蹭掉一块儿。就是尽量就去选择这个透明底啊，或正常做。一般做黑色是灰色打底的多，灰色打底、透灰色打底的多啊。这个看情况，好吧？你们知道用这种方式可以去操作就好。因为像深色渐变做起来难度是有，但是它实际上也没什么太大难度。来，先照灯，做的有点高了啊，咱们再做一个。见面很好玩儿，但是很伤人，对不对？见面可伤人了，怎么做不好？我直接用这个，你们在光滑的面上也可以去练练试试啊，练练试试。你看，对不对？你看我用彩绘胶一层做出来的感觉就要淡淡的很多。哎，这个样子感觉是对的啊，宝子们，就捏紧了，拍，可以来照灯，再次去胶，就是因为刚刚胶已经被吸掉一部分，而且我刚刚还是在一个光滑的面上去做的，就是你们在磨砂面上做会比刚刚做的就用彩绘胶做，黑色、深色都用彩绘胶做就可以了。然后那个像你想做更细腻，用调透的那种方式也是可以的，好吧？来，第一层之后，第二层叠加。第二层往上叠加，看到没有？它是不是做出来就看起来舒服多了？你看，完成照灯。这个海绵做是很快的啊，没有咱想象中的麻烦。只不过刚才因为你看用胶的问题，或者说你其他颜色，一般做深色最难做，黑白色最难做的话，纯实色胶就直接拿彩绘胶去做就可以了，拿彩绘胶做就可以了。这有个款式特别火，就是海绵做的。对，这个海绵渐变不是韵姐，不是那个韵姐发，海绵多少年前就有，就多少年前做渐变那会儿很多笔都没那么多，我也不知道是谁啊，我可能是不太了解或者啥的，但是海绵多少年前就有，多少年前就有。韵姐是谁？我这孤陋寡闻，我得多学习一下。好了，如果说咱们做完这个海绵之后，上面有一层这个刷痕的，其实通过颜色的叠加，上面的那个笔痕会越来越浅，最后咱只需要再涂上一层加固胶，淡化一下上面的小笔痕，看起来是有一点点啊。海绵它没办法，不可能做到非常细腻的感觉，除非你的海绵块很细腻，做出来，哎，就可以这样去操作，刷一层渐变，那刷一层加固胶上封层就可以了，刷一层加固胶上封层就可以了啊。
来去给它搞一层，然后做2层，做3层也可以，3层比2层还会更加细腻一点，来，赵哥，深色渐变，就是更推崇的是哪种啊？第一种。但是那个有一些颜色，比如说浅色系列的，直接拿扫扫笔做，然后你们也不用说拿光疗笔去过渡边缘，真正能光疗笔过渡边缘的那个颜色胶，基本上就是你拿扫扫笔也能做出来，直接做就行，也不用调胶，就拿透色胶做渐变的方式。其实这个需要大家多练，不同颜色的胶，你就是各种各样的都试一下。试试能不能做出来，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就练习扫扫笔，我把所有的深色、浅色、瓶装、罐装都挨个做一遍，我看看有什么区别，对吧？我再去拿这个光疗笔做的时候，我也同样的一样，走一遍，是不是都就没有问题了？对吧？这是我们用海绵渐变，海绵渐变，注意是在这后面之后去做的话会更细腻啊，更细腻。还有什么？你们这是都还在没？都还在练习吗？十色渐变，其实我给你们讲的方法这么多，不要觉得到最后你失败，你就彻底失败了。其实不是，是因为有的方法适合你，有的方法你还练不熟，就跟咱做建构一样，刚开始好难呀，我怎么也铺不好胶。其实做完也就那样，对不对？一步一步来啊，一步一步来，不要着急，这都是一个必经过程。它不是因为难，是因为你不熟练啊，千万不要灰心，好吧？才来忙了，之前他没看到，呵呵，哇塞，前面没看到啊，咱到最后一个了，到最后一种方法了，最后一种方法就是咱们的这个喷枪，就是不在特殊情况下，我是不建议你们用喷枪的，喷枪你要准备甲油胶稀释液，还有那个清洁喷枪的喷枪清洁液，还得准备喷枪，还要准备这个那个叫什么厨房用纸、垫子、手套，然后防疫胶等等等等各种，你这前后麻烦，有这个时间，咱第一个步骤，第一种方法的渐变就做完了，好吧？但是我得告诉你们，渐变的几种方式它都可以操作，都可以做，然后用喷枪做呢，就是准备工作多，但是实际上操作要快一点。具体你们来看就好了，没有应该很多新手还没有喷枪，我这个喷枪也是，前段时间又重新买的一个，这喷枪对我来说，我感觉都差不多啊，因为我本来用的时间也不长，所以说上来去买一个大后背的，我觉得没有必要。它无非就是口径大小、喷枪喷出来的细腻程度呗，是不是？来，这个找一张厨房用纸垫到这儿啊，垫到这儿。我用的是这个手持喷枪，这种的，它也是有大口有小口。这一个呢都是可以拆下来的，是可以更换的，然后这一个怎么麻烦？清洗是最麻烦的，因为我在4年前，因为我们那边店里还有那会儿会有做喷绘纹身，我们有时候出去拓客会拿这个去拓客，就各种各样的，因为我们项比较多嘛，然后会有那个时候就已经喷枪，包括那时候做指甲也在用喷枪，那个时候很少就已经在用了，所以说到现在我觉得它的这个返红率是比较高的，很容易堵到最后，人家店员都不想做，就是我一天时间每天就是洗枪就洗够了，所以说要把这个大家日常清洁要好好做一下啊。谈铁男，咱们现在不光你，我们现在去看看那个你们扒拉自己的这个日常发布的朋友圈啥的，看看现在练习之后，如果有进修的学员，再看看之前做的，你就自己就能发现自己的问题在哪儿。当时还美得不得了，对不对？还美得不得了，挺好。好了，来，咱用喷枪做一个啊，喷枪你们可以用这个甲油胶稀释液，用甲油胶稀释液用，还有一种是什么呢？用这种喷绘胶，但是对我感觉喷绘胶我不建议，为什么？因为喷绘胶它容易堵枪。喷绘胶一般它是不需要再去说是必须要
照灯或者怎么样，就是能照灯的情况下照灯。如果说不照灯的，有那种不照灯的喷绘胶，那种来说是非常容易堵枪的，我不建议啊。如果是甲油胶系列那种需要照灯的，还行。所以说现在比较方便来说，直接就是甲油胶稀释液，好吧？甲油胶稀释液。好了，来这儿。我们一般喷枪它会带几个口，有这种的呢就方便多一点啊，方便多一点，里面有几个眼儿。这个呢我会具体给你们拍教程，说怎么用。声音一会儿我打开这个会有一点点大，喷枪声音都会有一点点啊，都会有一点点。看到没有？听到没有？就是这个。然后使用的时候怎么用？用它来说，我们首先得戴好手套，戴好手套或者戴好手指套。然后，因为你顾客手上你会给他带那个防疫贴，或者说涂防疫胶，但是撕掉擦干净没问题。但是你的手，你像我清洁了一顿，只要喷进去了啊，它这个颜色是不好清理的。所以说大家戴好手套，好吧？我给你们先看一下，你们看看怎么去操作，因为也没给大家出过什么教程。还没出过喷枪教程，因为我很不推荐用它，太费胶。来看看啊，用黑色的来说，我拿黑色甲油胶，黑色甲油胶来滴进去。一般来说，甲油胶跟稀释液的比例是1:1，滴进去1滴、2滴、3滴啊，呱呱就怼上，往里怼。3滴，那么我们这个稀释液也就等量的来一点。你感觉用稀释液和甲油胶颜色好难均匀，我给你说一下怎么用啊？怎么用？稀释液1:1比例滴进去，不用太多。然后这个用喷枪做的话，很容易就是掉的多。来，我教你怎么去把这个胶调匀，这个是很早之前就有的啊。看看，来打开之后声音会有点大，然后这个呢它可能会有点往外溅，所以说大家用的时候尽量底下周围你的身上要带围裙，好吧？来打开有点声音大啊。然后正常的话，它是这种状态。我们想要调匀里面的胶的时候，来堵住前面，往后掰，让它咕噜咕噜咕噜一下。这个有点少啊，等会儿这个堵不住，漏风。稍微再来一丢丢的稀释液。看到没有？就这么去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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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它自己在里面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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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会相对来说更容易去把你的这个胶给它涂匀。然后你看啊，它一般你看就在这上面，一般来说怎么算是匀的？就是做出来的这个纱，它是就是感觉比较细腻，它就是匀的。而且它这个其实用不了多长时间，你就要再继续去操作，看到没有？这么去做。其实喷枪就跟画画一样，想雾少一点你就离得远一点去喷，想雾近一点就离得近一点啊，颜色重一点离得近一点去喷，是不是？就这么去操作就好，好吧？老师，注氧仪可以代替喷枪吗？你注氧仪你看看它那个注氧出来的，其实这个也可以代替，这个也可以当注氧仪用的，啊。你看用它去做个渐变，先远一点喷，或者说你先在纸上试试。喷出来比较细腻的时候，好往指甲上去走。然后你看这不就有了吗？对吧？就用喷枪做渐变其实很快，它没有什么难度，无非就是用仪器的一个这个啥。但是你在喷的时候注意甲面这个胶一定要对稀一点，不然你喷出来的，我试试啊，我怎么能把它弄的？看一下，如果你弄不匀，你喷出来的这个胶它就会有粗有细，然后而且甲面上就有那种透明的感觉，那相当于你的稀释液多了。然后我开成教程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们一些比例，就是怎么样判断这个稀释液多，怎么样判断这个胶多啊。
或者太干太稀都不行的，好不好？太干太稀都不行。但是这个你看，它其实做的就是很快，无非就是前期后期麻烦，各种准备工作。一定戴好手套啊！一定戴好手套，给顾客也是该保护的情况下保护，好吧？重量仪你一定去买，我待会儿给你们去说，就是喷高一点也行，这边能看清吧？然后笔尖的地方、指尖的地方再稍微加重一下，二次加重，再来一点。就这么去喷，所以喷的时候用喷枪，唯一注意就是我们先在旁边试一下，先喷一喷，感觉乌纱比较细腻的时候，再慢慢往指甲上去挪。在真人身上去喷的时候，我这也是，你要先在旁边走走，纱细腻了，好，我再上真人身上去，它才细腻，不要刮怼上去，因为刚开始难免它这个前端会有一点点有多有少的这种那个颜料在，就以防万一还得重新开始，好吧？以防万一还得重新开始。如果你看上面有一些这种喷的那个啥，就有可能是你的这一个枪口太大，就是你的枪口太大，不够细腻，就会出现这种。然后我们做的时候买这种要注意那上面的那个，正常搓，你为啥不去找露露要找我？正常搓啊，就这种做法。这个快，确实是快，但是你看我用了3滴甲油胶，1滴那个假面的这个戴好的手套喷上去，对吧？还得不光加上电，完了你还得再清洗很麻烦，然后如果说这个到时候我告诉你们这个怎么清洗的话，就要看枪，你们到时候去找厂家去问你买枪的那个地方。但是正常的话，你像它这个针。口这个地方非常容易堵，一旦堵大了，你就这个就废掉了，你得反复去清洗啊，这个确实是快。然后这种做法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一种。然后我再给你们去从头到尾就把这个调一下看一下啊，然后用这个甲油胶稀释液是这种。然后如果说是咱们用喷绘胶做的话，就更简单了。喷绘胶摇匀之后点进去，就是都有这种渐变方式都有，纯实色就这么去做，但是做出来它上面是有一点点细沙感觉的。把稀释液滴到眼里面去啊，可费了，这个可费了，一瓶用不了太久，我觉得还是不要给你们弄这个，太费了，一瓶可贵，还用的时间也不长，对吧？但是它跟稀释液的区别就在于，它稀释液的好处就是特别细啊。好了，我这嗓子，哎呀，这个东西慎用，宝子们，戴好口罩慎用。安全第一，健康第一位，好不好？你看这不渐变也就做出来了，就是各种各样的渐变方式都有，就是看你们的需要，好吧？看自己的需要，我更喜欢哪种，更倾向于哪种，就选择哪种方式来做。喷枪是比较快的啊，但同样，这个就是能在手法做好的情况下，就不要用喷枪。